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伦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持续带您来追踪美伊现在的进度哦，因为很多人说啊，每次看啊这个僵局谈一谈之后，好像又打一打之后好像又谈哦，已经看不出到底进度如何。好，我们赶快带大家来看哦，因为现在这个美军不是说他们有自卫性的空袭吗？但是伊朗这边哦也是有所反击的哦。就是革命卫队发布了一段影片，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他们声称呢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死神无人机。那这一架无人机从阿布达比空军基地起飞，那为美军来提供情报、监视跟侦查，还有目标定位的支援。那随后在格舍姆岛的上空附近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同时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跟一架 F-35战斗机来开火，将其驱逐。好，这个是革命卫队发布的相关影片。好，那这个 MQ-9 无人机是一架价值900万美元哦。那它在波斯湾被摧毁，所以呢，革命卫队就警告说啊，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都会付出代价。那如果这个侵略的行为持续下去，伊朗的领空也会继续成为入侵者的噩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现在只要有开火，哇，它的这个反应也非常的强烈。好，那伊朗也痛批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扬言会保留报复权利。也就是因为美国针对赫姆兹海峡周边的目标来发动空袭，所以伊朗就指控说严重违反了实施将近7周的脆弱停火协议，恐怕会让结束战争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那他们也保留了对此次空袭进行报复的权利。那川普原本说要在大卫营这边召开所谓的这个内阁会议就是中东决策总部。好，但因为这个暴雨临时改在了白宫。好，那经过大卫营其实就是呢，大家认为川普打破了惯例那在政治信号上面就意味着这个美伊在中东局势已经到了一个攸关开战或是停火的一个关键时刻。那当然川普如果在大卫营的话，也是想要展示说这个历史的重量来展现一些外交跟军事上面的这个部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因为气候不佳，所以最后改在白宫这边来召开。那伊朗的最高领袖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了一些讯号我们看到他的底气跟呛下也越来越大。他现在讲说美国去死，还有以色列去死。好，这个是最高的领导人穆吉塔巴他说都将永远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那凭借着真主至大这一项利器伊朗跟他们的这个抵抗轴心的同盟，已经在美国跟以色列对的这个战争当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好，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到底为什么现在一直持续的拉锯？照理来说谈判可能谈到一个阶段，可能就会有往下进展，但常常都是在一半的时候突然就会这个有点卡住。那现在前美国国安顾问波顿，大家对他也很熟知他是川普第1任期的国安顾问。他就说其实川普以为每个人不论面对什么事情都好像想达成协议，但伊朗人感兴趣的根本不是什么协议，他们一眼就看出川普是多么渴望有一份协议来宣告胜利，所以伊朗是用这点来耍川普啦，吊川普的胃口，而且拖延时间。波顿好像讲了一个蛮大白话的看到一些计谋的存在那当然现在美伊谈判的内幕到底卡在什么呢？说卡在面子啦。这个是纽约时报所做的报道说国安官员表示正在努力找到一种措辞，让双方都能保全面子。好，那川普政府的内部提出了一个选项，就是让伊朗把浓缩铀交给巴基斯坦、土耳其、俄罗斯或是中国，再可能转交给美国。好，那当然提到了中国，大家也很关心中国在这里头的角色所以问了北京也就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那他说中国一贯是支援通过对话来谈判和平解决伊朗的核问题，那希望有关的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所以意思就是说愿意用政治外交来解决伊朗核问题但是到底收不收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解释。
但目前看起来哦，这个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哦，穆吉塔巴，虽然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他本人，但是他的声明呛瞎不断哦。他说：“时光不会倒流，波斯湾国家也不会再是你美国区域军事基地的盾牌。在区域作乱或是打造军事基地，也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风港。”好，那现在《华尔街日报》也是有特别说啊，其实美军也正在悄悄的重新协助船只穿越赫姆兹海峡，包含一艘载满着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强调，这个是为商船护航的自由计划并未恢复，也就代表他否认重启自由计划，但是实际上有在做一些讯号。好，那美军的无人机有旅建工 SpaceX 要求调涨星链的连线费哦。好，我们看到这是外媒有说啊，由于美军配备星链网络的自杀式无人机在战场上有很多的功劳啦，所以 SpaceX 要求要调涨服务的费用。好，直言说啊，军方目前每台的终端机只有付大概是$5000，也就是大概15万左右的新台币。好，那当然，实际上美军所消耗的网络资源呢，已经逼近了大概是新台币78.6万的高阶服务门槛。好，所以呢，现在 SpaceX 希望来收费了哈。那尽管五角大厦反驳说，连线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到数小时，收取如此高昂的费用，他说不合理。但是因为急需扩大空袭力道，所以最终只能买单呐哈。那这个星链的这个连线费是狂飙5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当然美军一直在消耗钱，你看连星链都要一直收钱收这么多，那当然很多的美国民众就会有相对剥夺感。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现在感觉又在打了。好，那伊朗革命卫队也不落气他也给了一个最新的影片，说他们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我们先问赖老师怎么看？美国的 MQ9死神无人机，它是高端的无人机啊，有相当的匿踪的一个功能，也有反干扰啊，还有反电子战的一个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还是被伊朗所打下来。被伊朗打下来，如果伊朗把它对于死神无人机的，因为已经被打下好几架了，这就是代表说，伊朗现在已经能够掌握死神无人机的相关的行踪，还有能够有效的摧毁它。是，如果他把这些很珍贵的战场的讯息提供给第三方，这个对美国是很不利的。例如说，他假设提供给俄罗斯或者给大陆的话，那这个对美国是相当不利。我想美国对这方面它的压力也很大啊，这是第一部分。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说，讯息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昨天就已经开始在讨论，但是呢，昨天的讯息还不够，就到底是哪一方先惹的啊？美国也没有说清楚，美国只说它是自卫的一个攻击。那一般来讲，自我防卫的一个攻击，应该是伊朗先打击。可是目前的讯号显示出来，好像不是这样，好像是美国先对于伊朗的2个布雷舰进行攻击，那造成至少3个人的死亡，10几20个人的受伤。那伊朗有实施反击。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出来，看起来是美国先开始进行试探性的一个打击，然后伊朗的一个反击。可是大家在问的是，为什么没有突然间就扩大恢复这个停火前的两军的一个作战状态？因为我们昨天有在讨论这个部分，对，所以我们的判断是，伊朗应该是还是很有节制的。那为什么伊朗很有节制？就是我们推断是伊朗还是想谈判。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其实也是在试探伊朗到底你是想谈判还是不想谈判。那很明显的，伊朗也是有节制，那就是证明了我这样的一个试探，你还是想谈判，那这个谈判或许可以再继续进行下去。当然，有关于川普他要召开这个紧急会议的问题，有关于处理伊朗的这个问题，那也可能摆出一个姿态，就是说，也可能要做一个最大的决定的，也可能要促成这一次谈判看能不能更有效的往前走一步，因为已经碰到核心区了嘛。核心区就是有关于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浓缩铀到底应该是交给谁？因为过去伊朗的美国的态度很硬很死，就是你只能交给我美国，由我美国来销毁。后来美国有点让步了，说在你本土销毁我也可以。然后现在看起来说交给第三方也都可以，最终要交给我美国，那这个就未来的事了，那这个就
川普也卸任了，他就说那不关我的事了啊。那也有可能是采用这个策略，那这代表什么？川普松了，有在态度放软了，态度放软了。那伊朗这边传出说可以交给第三方，那就是代表这伊朗这边也放软。波顿的讲话我觉得站不住脚，因为他认为说伊朗是在耍川普，可是问题是你耍的目的在哪里？你最终还是要完成谈判，还是要达成协议？因为对伊朗来说，我的浓缩铀是要交换解除对我的制裁，所以我个人的推断，伊朗最终还是希望达成协议，只是说跟伊朗谈判没有川普想象中那么容易。很早以前就有人提醒川普说，这个谈判不会你想象那么简单的。对，所以刚才从赖老师的说法里头有一些讯号，就是说，如果要去试探到底是不是要协议的话，那就代表说这谈判其实是有一点卡关的啦。好，那当然因为有一些战事的部分，我们也先问舰长怎么看。我们一直看到美伊之间一直都在谈谈。那以前我们看的都是交易的艺术啊，也就是川普写的那本书啊，Art of Deal。对，但是我们现在不看那本书，我们来专门讨论一下什么是谈判。其实促成谈判的拉力呢，就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创造一个无法容忍的僵局。我们之前看到双方作战，是不是就是无法容忍？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双方都开始认知了，也就是单凭一己之力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僵局的。那第3个阶段才会走到双方都相信透过谈判可以解决僵局。现在是如此，而且其实我们看到美军来讲，它是大棒已经举起来了。怎么说呢？那也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这无论是林肯号或者是布希号打击群，还有这一个迪利波里号远征打击群都在这个位置。然后有人先休假了，谁先休假了？也就是全师号的远征打击群呢，他原来就是从觉得好像没有要打了，那个时候就是川普总统到访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全师号打击群往南走，然后他应该是穿越了巽他海峡，然后他又往这一个马六甲海峡接近。那但是后来他停到了这一个新加坡的地方啊。那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川普他还是大棒举在后面，全师号他的角色，也就是我们讲到预备队的部分啊。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谈判的部分，那我们看看伊朗是怎么样告诉他的人民的。伊朗其实他在他最热闹的一个、最繁华、交通最拥挤的一个路口，它是出现这么样一个巨幅的海报。那它的其实是有象征意义。我们看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不是很像？这边像是波斯湾，这边像霍姆兹海峡，然后捏起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到的伊朗啊。那它其实这边有一排字，我们透过 Google 的翻译，他讲说霍姆兹海峡永远在伊朗的手上，川普什么也做不了。现在看起来似乎就是如此啊！川普光靠自己一己之力是无法谈判的，而且我们在讨论这个谈判的局里面啊，从来不是说就是你我双方，其实它有3种结构存在。第一个权力结构，第2个成员结构，第3个阵营结构啊。我们在讲到权力结构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军力而已，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来看军力，那个川普他当初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怎么讲这个问题的？他说：“哎呀，这个美国距离台湾9500英里啊，很远啊。那实际上来讲，美军可能力有未逮。但是呢，我们来看看如果这一次进行的补给都是从诺福克军港出发的，从诺福克到德黑兰的话，这个距离呢是6421英里。那如果说从圣地亚哥到上海的话，是6592英里。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距离差不多啊。那距离差不多的话，他愿意去打伊朗，那其实他只是那个对之前在中国大陆，他认为这是 G2 结构。那但是面对伊朗，那伊朗是整个世界上排名第17的军力排名17的国家，那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当然要胖揍一顿了。好，有明教授怎么看？我觉得波顿呢，其实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伊朗根本看穿了你川普现在急需要一个协议，而川普又想要用以打促谈。我讲2个时间点，
一个是3个月，一个是5个月，但其实都是1个月。第一个是全世界的能源呢，大概在维持3个月。如果荷尔蒙兹海峡再不开放的话，全世界的能源会像骨牌一样倒掉、高涨。因为从2月28号到现在，过去每天2000万桶经过荷尔蒙兹海峡，现在只剩下700万桶，而这700万桶是走陆路或者是沙特阿拉伯其他的油管出来，所以每天减少1300万桶。今天战事已经是第89天，算了一下，11亿5千万桶缺乏。那这个11.5亿的缺乏怎么来？第一个去市场上抢现货，第二个像美国、俄罗斯就增加出口、增加生产，但是不够。那战备储油也不够，如果再3个月，就通通完全不够。而那个3个月之后是大热天啊。第二个时间点是5个月，怎么说呢？11月3号，美国要期中选举，美国4月份的 CPI 是3.8%，消费信心指数更严重，降到史上2022年来最低44.8%。所以在1个月，美国的这个选举还能够撑下去吗？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要讲3个月、5个月，就是1个月。伊朗了解，这不只是对美国的选举、对美国的经济、对全球的能源、对全球的经济。你不要说今天台股涨成这个样子，如果说1个月之后还是一样，荷尔蒙兹海峡封闭的，大家都不要玩股票了。我没有在预言哈。所以基本上，其实，但是这种政治经济本来就是如此。今天政治、经济、能源、科技根本就是一体的。是。因此，现在在波斯湾地区，你就看到川普希望以打促谈。那核的问题、核子的问题、核武的问题，我觉得已经根本不是问题。老早在2015，甚至在今年的2月27号之前，伊朗就说我不要发展核武，而且他现在知道掌控荷尔蒙兹海峡，拥有一样核弹级的保护能量。然后第二个浓缩的问题，他其实也愿意放出来，只不过是放给谁？现在可能到中国大陆，可能到巴基斯坦，不确定，因为这2个国家其实也都是核武国，去那边 OK。但是不会到美国。那至于说荷尔蒙兹海峡的通行，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的通行恢复之前一定可以，但是伊朗一定会管理或者是收一些服务费，问题不大，因为那个服务费问题小。至于说美国是不是解除封锁、制裁以及冻结，这当然一定要的啦。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你怎么换？那至于之后这个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中东的安全秩序，甚至伊朗要求的赔偿，那就之后再谈。所以我认为大概的方向已经确定，大概未来希望能够1到2个礼拜之内，但现在这个东西还有很多的变数。但从时间的看起来，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在美国，在川普这边。好，我们就看看2个礼拜之内有没有一个比较新的进展哦，不然我们真的谈了好久，每次都是觉得好像有曙光了，马上打来打起来，然后感觉又回到原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大事哦，那就是武契奇到了中国大陆。其实呢，大家对于武契奇的讨论度还蛮高的，而且中国大陆的民众也是看得蛮开心的。主要就是因为武契奇呢，他现在也访了浙江省的这个嘉兴市，好，浙江企业最高规格的接待哦，那市民夹道欢迎，那沿途也有中色2国的国旗，好，同时有 AI 的机器人迎宾。武契奇也体验了跟机器人 PK 3字棋，他还笑称说机器人好像有点紧张。好，他访华真的开了蛮多眼界的哦。那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昨天有特别讲说其实他还感动到哭哈。我们先来看到他有跟这个亲爱的年轻朋友们，他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就讲说请不要将当今和平稳定跟中国这片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美好生活视为理所当然。中国已经向世界证明了国际格局并非一成不变。我对中国的崛起充满了敬意。好，他说他看到中国学生勤奋的学习态度学生们认真努力，中国就会有光明的未来。那他也谢谢中方的
热情款待哦，甚至是也感谢塞尔维亚人民哦，让他成为最骄傲的总统。好，那中国大陆的网友就说啊，武契奇总统别哭哦，愿塞尔维亚成为下一个巴基斯坦，替中国镇守另外一个关口。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武契奇哦，访华首日已经感动落泪了哈。那后来这个授勋时也喜极而泣。那昨天深夜则是深情告白，看起来他跟中国大陆的这种情感交流非常的浓烈。好，那对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中国文化的部分哦，大家也会讨论说，武契奇与其说买不起小米汽车，雷军也有做回忆，这成为了百度热搜的第一。好，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呢？也就是武契奇啊，他看到小米汽车哦，也去参观了，就他说他买不起啦哈。好，那当然他访了小米汽车工厂哦，小爱同学也播放了塞尔维亚的国歌哦，让武契奇哦连连点赞。好，接着你可以看到画面上哦，记者就询问他说，要不要带一辆回去？就武契奇双手一摊说啊，哦，车很漂亮，但是他买不起。那最后他买了什么呢？买了4台小米的 SU7 哦 Ultra 的汽车模型跟一个冰箱贴。好，那也有人真的去算呢，武契奇他虽然当总统，但是真的是买不起的吼。所以呢，你看小米创始人雷军跟他说啊，总统啊，这个 YU7 的标准版定价哦是23.35万哦，这是人民币的价格哦，大概是100多万台币啦哦，但是哦，就是真的买不起嘛，所以中国挖的网友就说啊，你雷军怎么不直接送武契奇总统一台车呢？好，可见啊，这个小米的汽车哦，在塞尔维亚总统的眼里看来，真的是真的有够水呢哈。好，武契奇访华称小儿子已经开始学中文哦，说自己没有学会是最大的遗憾之一。他说啊，他最小的儿子已经在学中文了，但是他太老了，恐怕学不动。好，我们来听听武契奇怎么讲。My youngest son has started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I'm too old to be able to learn it, but that's one of my biggest mistakes that I didn't learn almost a word of Chinese. I learned how to say thank you or OK，thank you 是谢谢嘛，也没听到他讲中文，有点可惜。好，那当然也看到他的家人已经在学中文，代表这个接下来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他一定是认为更加的紧密啦。好，那当然除了武契奇之外啊，他的夫人塔马拉跟彭丽媛，也就是习近平的夫人也有一场夫人外交。好，看到习近平夫人跟武契奇的总统夫人有参观北京的舞蹈学院。好，塔马拉也就是感谢彭丽媛的精心安排，那也表示愿积极推动两国的文化艺术的领域的交流，那也加深色中友好来贡献力量。好，武契奇夫人塔马拉也体验了中华文化那提议在塞国举办的是中国服装秀。那现在呢，武契奇特别讲说啊，希望塞尔维亚能够达到中国的高度，也就是呢，他希望啊，这个两国之间的人民能够造福他们。那希望这个接下来塞尔维亚也能达到中国的高度。那以及一场教科书级的小国外交说给世界上了一堂震撼一课。也就是他们大家认为武契奇的访华有一些深意在川普普京相继访华之后，也来到了中国大陆，好释放塞尔维亚主动布局，不被动应对大国博弈。那塞国更是首个跟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首个签署自贸协定的中东欧国家，所以认为是有不太一样的寓意。好，我们看到一开始也就是呢，他去这个 AI 机器人迎宾啊，还有说了很多话，甚至还感动落泪，哇，真的也让很多的人大开眼界。我们先问赖老师，武契奇他到美国访问，到中国访问，他受到的2种完全不同的待遇他冷暖自知啊，他内心里面当然会感动。我想我们大家都还记得那个画面，他去美国访问的时候，被川普规定就坐在他的书桌前面一个小板凳在那边训话，而且态度非常的不友善，非常傲慢，把他当成一个小国的一个领袖把他找在办公室面前这样子骂他一顿这样。我觉得这个画面震惊世界，大家都看到一个国家小他的政治领袖他遭到的待遇是这样，可是他到中国大陆来访问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为什么塞尔维亚是很指标性的意义？塞尔维亚的前身是南斯拉夫联邦，南斯拉夫联邦是2次大战结束以后，一直到1996年，它是南欧最大的国家之一非常巨大，25.5万平方公里
观众朋友，25.5万平方公里不小，它有6个联邦，包括克罗埃西亚都是它的，它有出海口，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内陆国，它是一个有出海口，而且再往南走就到希腊了啊，然后往北走到匈牙利啊，然后到奥地利等等的，所以它是一个很大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南欧的一个大国。但是1992年从89年的前苏联崩解到92年它被裂解以后啊，那它本身的国家从大被裂解以后变成一个小国，而它在南斯拉夫的时候，本来就是以塞尔维亚为核心国，也就是说原本它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南欧，在欧洲，结果它变成一个人口数也不过几百万人，土地面积小的一个国家，然后被欺负，然后被分裂。现在科索沃在搞内战，而欧洲的国家都是反对分裂的，而欧洲跟美国却是联手去要裂解这个塞尔维亚跟科索沃。科索沃本来就是属于塞尔维亚的，他们要把它撕开啊。所以当塞尔维亚他们本身的国家遭受到美国、欧洲他们这样的一个霸凌之后，他一个这么小的国家，他得到的是中国对他的支持。所以克林顿总统时代就炸了中国的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造成几位新华社的员工的死亡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霸权时代对于比他弱小的国家是怎么欺负的。昨天 Russ 就是方恩格来节目的时候，他说美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我昨天就把他好好的数落了一顿说你这个虚伪，美国我就一个一个你怎么去侵略人家战争？后来他没办法，他就说那是民主党，那是共和党时代，又不是他当总统这个时代是熬不过去了这题外话。但是我觉得，当武契奇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受到的待遇却等同于川普的待遇等同于普丁的待遇，而且比他们的规格还高，赠送他友谊勋章。普丁跟这个川普还拿不到友谊勋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把武契奇视为是老朋友。不过我题外提醒一点，他说他的儿子现在在学中文，川普的孙女在学中文，马斯克的小儿子在学中文，对，普丁的机要秘书对外的发言人，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说他的儿子先讲中文，再讲俄文，因为他的保姆也在讲，他的保姆是中国人，也在教他中文。这代表什么意思？都有计划的让他的孩子学中文。台湾怎么可以把中华文化抛弃呢？好，永明教授怎么看？2年前，2024年的5月8号，习近平亲自造访塞尔维亚。他为什么选这一天？58事件，那就是1999年5月8号。应该来讲是当地时间5月7号晚上，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美国轰炸。所以2年前，2024年的时候是25周年，习近平亲自前往到了塞尔维亚。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是两国关系，另外一方面也显现是大国关系在地缘政治跟冲突上的地点以及它的这个事件所凸显出来大国之间的竞争。塞尔维亚在这个之后，其实当然遭受到整个北约、欧盟的抵制。那中国呢，就对它进行大量的投资，一直以来。它是一带一路的最主要的投资据点，超过大概7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然后呢，在中欧班列，它也是重要的项目。还有在武器，军事武器的上面，也出售给它空对地飞弹防空系统。而这一次呢，要卖给它歼10C。我们在之前还跟小俊良讨论，会不会是歼35？看起来先买歼10C吧。那因此你就看到它显现的是这种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当时在东欧、西欧之间的这种对抗当中其实中国大陆是被卷进去的因为在东欧主要是俄罗斯跟西欧之间、跟美国之间的被卷入进去之后呢，这里面就开始燃起不只是塞尔维亚跟中国的这个所谓塞铁关系，因为中国人讲只有2铁，一个叫巴铁。一个叫塞铁，那巴铁所处的这个地缘位置呢，可能
对巴基斯坦更有它一定的优势，它自己本身也是核武国。可是赛铁就很不容易了，因为它人口只有台湾的1/3，年均的 GDP 也只有台湾1/3，土地大概略比台湾大一些哦，所以然后面临到的这些问题，他想要申请成为欧盟，但是这整个过程非常的拖延，所以在过程当中，你看到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而有一点自顾不暇，但是呢，塞尔维亚一直支持了他，而塞尔维亚跟中国的关系从经贸到基础建设到军事，那随着中国在过去这个1999年到现在，你看27年来的这整个发展，那塞尔维亚就等于是接受到一些相当大的益处，所以这一次就代表着地缘政治更进一步扩展出，变成它在双边关系到区域之间的一个，你不要说桥头堡，甚至更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巩固。那我觉得随着歼10C出售，那将来在这个区域，在中国的角色一定会更加的扩大。所以看起来在地缘政治上面有一些转变。我们问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武契吉他讲到说，如果中国大陆的学生啊都认真努力，中国就会有光明的未来。他是在哪里讲这句话的？他是在清华大学。那清华大学之前，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啊。早上6点钟，图书馆还没开，已经很多人在那边排队，准备要进图书馆念书了。那其他的，我们更不要讲说有关于，例如说这哈工大的这些学生啊，是怎么样垫高中国大陆无论是在经济或者在军事上面的这一个水准。那这个水准呢，也展现给武契吉看。这个也就是我们大家以为啊，这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机器人啊，一开始只会扭秧歌，去年呢，开始会中国功夫了。那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个场舞蹈啊，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舞蹈，其实是塞尔维亚的民主舞蹈，而且它播放的是传统音乐。然后所以呢，武契吉说啊，这个跳的比他跳的传统舞蹈还要厉害啊。那这个就是我如何的输入这个演算法，让机器人可以做到，这个就是中国学生以及现在在产业上的一个方方面面的努力啊。那这不由得啊，让我们想起啊，刚刚讲到无论是赖老师或者是杨老师都讲到，很多人在讲中国话。那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大家还可以记得吗？20年前有一首歌啊，就叫做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平平仄平平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讲，中国字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画，然后每一幅画凑起来还是不同的意思。那这个是他们在学中文最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呢，也因为如此，创造了这个中国这么繁盛的文化。而且我们以前讲到全世界的4大古文明，只有中国文明从来没有断过。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另外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卢比欧，因为他最近也很忙吼。那除了要关注古巴的议题之外，他现在也到了印度，好，赶上了当地45度的高温哦，还顽强的坚持外交着装的规范。好，那当然他满脸通红的形象哦，热搜的程度哦，甚至超过他本次重要的政治任命。好，他去印度干嘛呢？他要恢复澳、印、日跟美的4方安全对话。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卢比欧讲说他想简短发言，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真的太热了哈。所以你看要关注的就是他满脸通红的卢比奥哦，耐心的在贵宾留言簿来签字。那我们看到卢比欧的专机抵达时候，印度政府其实没有派出这个内阁部长级或高阶官员在机场亲自迎接，好，而是美国驻印度大使塞尔吉奥戈尔到机场接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相关的画面哦。他到下了飞机之后的接待规格啊，有人会觉得说，好像看起来哦，美国网友吐槽卢比欧看起来是一脸惊讶，仿佛在问说，
大家都去哪里了？怎么没人来接我机呀？好，那美日印澳重振 Quad， 就是四方安全会谈，说砸了200亿美元来稳定供应链，抗衡的就是中国。好，这是卢比欧最近到新德里出席了四方安全对话外长的会议，宣布美日印澳要投入200亿美元来强化关键矿物供应链，然后也要推动南太平洋基础建设。好，这个举动呢，就是在化解外界对于川普政府承诺的疑虑，而且在印太地区全面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好，那这件事情传到中国这边呢，他也是想说中方不搞排他的小圈子。好，那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跟繁荣，不应该当针对的第三方。好，那倒是一轮蛮好奇的过去在印太感觉这几年比较没有在盛行了，最近为什么又要重启四方安全会谈呢？等一下也问一下来宾。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外长的会议落幕之后他们就宣布了4项的合作。那尤其是日外相说有一句话好像疑似在呛瞎中国大陆，那就是茂木敏充表示成员一致同意强烈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那这一番言论被认为就是在针对中国大陆。好，那美日的外长在印度还密谈了10分钟，再度点明了台海和平。我们看到茂木敏充跟卢比欧在印度有短暂的会晤讲了10分钟左右，重申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这场会谈呢，同时也是川习会之后美日内阁主要的成员首次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那显示双方在外交的节奏上面密切的合作。那现在也看到应对中国穿越第一岛链，现在自民党提议要提升在太平洋沿岸的防御能力，这是自民党一个安全保障调查会起草的一份文件，是希望该国政府在太平洋沿岸扩大雷达部署范围，来提升防御能力，以因应中国船舰日益频繁穿越第一岛链的活动。那北京这边怎么做呢？我们看到其实呢，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有通报说，日本海上自卫队22号在冲绳县九米岛的西南，大约是110公里的海域，有发现中国海军075型的2栖攻击舰安徽号，还有这个安阳号，向东南航行，然后随后穿越了冲绳跟宫古岛之间的海域，进入了太平洋。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动作。好，那但是呢，中国防长连2年都缺席了香格里拉的对话，所以美中的军事高层被认为会错失很多沟通的机会。好，那当然这个赫格塞斯在访中期间有透过翻译跟董军有一些交谈，但是董军可能会缺席，就代表说这有一些关键的部分，可能沟通的部分会有一些这个状况。好，那美伊交火 F-35损失铺电战罩门，那中国大陆这边则掀起了 AI Plus， 那也就是因为他们重新定义了军队如何通讯，还有干扰跟主导电磁谱所以呢，大家就说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感觉越来越超前。好，那当然就是超前的部署对于现在的战争形态也是有在改变的。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卢比欧到了印度，那当然一轮好奇就是为什么最近对于四方安全对话美国这么重视？我们先问赖老师。他们是借由 QAD 四方安全对话的目的，主要的还是在修补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增强这个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是，但是对日本来说的话，他是希望透过这个会议有个跟卢比奥直接面对面接触的机会，来增强这个日本跟美国之间关系。因为日本现在呈现出很严重的焦虑不安。为什么？因为川普带的他的这个防长跟国务卿还有财长等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访问，结束以后就直接回去了，也没有经过日本当时高市早苗希望你可不可以先日本再停一下再走。但是很明显的，川普没有接受，就直接回去。高市早苗也说，他在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我，后来美国就放出讯息说不是那样，到晚上7点半才通上电话，所以等于是飞机从2点半到3点从北京起飞以后，一直到日本的晚上7点半才通上电话，所以并不是这个他所说的这个第一时间马上跟高市早苗通电话。接着呢，美国还公布了通话的时间就15分钟，很短这次日本的外相跟卢比奥他们见了面，那么也讲了话，可是才10分钟，
对，10分钟。然后日本这边把新闻做了很多，说我们讨论了，卢比奥跟我们通报了啊，他们到中国大陆访问的详细的情况。观众朋友，10分钟能讲多少详细的情况？又说讨论了稀土，又说讨论了有关于中东的战争的问题，然后又说讨论了中美要联合起来，美日联合起来要抗中，还有讨论了台湾的议题。哇，洋洋洒洒，我算了一下，五个大议题的时候，10分钟可以讲完。所以一个议题2分钟。那到底是谁讲？是卢比奥讲，还是这个茂木敏充讲？要不要透过翻译讲哈？所以等等，我想这个都已经有点夸张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夸饰？从高市早苗到茂木敏充都有这么多的夸饰，这个显示是日本的焦虑不安。好，但是卢比奥这次在印度待了4天，他最主要的是要修补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可以趁大热天去拍照，去尽量满足印度的要求。印度给他冷眼看，您刚刚有谈到了，从接机低这个层级的人，甚至连接机都不接机，红地毯都可以不用了等等。其实印度是给这个卢比奥给美国吃排头。好，那他们有几个问题卡住，目前来讲难解。第一个问题就是关税的问题关税的问题，对于印度来讲的话，那这个关税你的大法官已经没了，那我的贸易协议是不需要兑现的。可是对卢比奥来说的话，你贸易协议是2国之间的条约，跟关税大法官没关系，你要兑现。那印度是势必看起来是不想兑现，因为印度当初说要买5000亿美国的产品，而且要让美国的农产品免关税的进入印度。那现在印度打算是不买这个单，印度更不满的地方在哪里？签证。印度人很多都到美国工作，这个就是对印度的外汇是很重要的一个收入，还有扩张印度的这些工程师或者是管理人员进入美国社会。那现在签证被卡了，而且规定这个签证要印度在那边读完书，要回到印度才能够重新办这个绿卡等等的。所以我觉得美国跟印度还有很多的矛盾未解。那这一次卢比奥去印度的时候看起来没有达成他所要达成的目的。为什么？因为他邀请莫迪去美国访问，莫迪没有松口。莫迪邀请的是你川普先到我印度来，那川普如何肯到印度去？对，我觉得这是有一些讯号存在的哈。游明教授怎么看？大家在讲中国大陆在稀土上面的优势哈，我就跟大家记得很简单，3个数字：50、70、90。中国大陆在全球的稀土的储藏量占50%，开采量占70%，成品产能占90%，而关键的永磁磁铁甚至98%以上。那现在这些西方国家就很紧张了，那希望能够说，拿出200亿在这个 Quad 里面，200亿美元要去建构一个关键的这个矿产的开发，跟各位报告，5到10年之内根本不可能。但是5到10年之后，就中长期有没有可能双轨制？就跟现在这个晶片一样，也就是真的在军工跟关键所使产业所需要用的项目，这些西方国家如果愿意这样子做，10年之后你花了大钱之后，你要用溢价高成本来去就是做这些稀土。尤其是重稀土，可是其他的这些商业的大宗商品根本不可能负担这么高的这个价格，因为中国的商品、中国的这个产品会很低价，而且品质又好。尤其你绕不过几十年来他们的 IP 以及它整个制程，这就一样。台积电也是强在这边，中国大陆在稀土也是强在这边，所以他们虽然紧张，但是呢，中国大陆在这个稀土的优势真的是有很强的优势。我每次现在最近听到他们在谈，尤其是美国跟日本谈到，不管是各自谈还是在一起谈，不管是谈几个小时、15分钟，还是这一次变10分钟，那本来川普跟高市长们还讲15分钟，现在只剩10分钟，但是都在讲台海和平稳定。我在觉得你是这个真关心吗？还是在要准备挑动争端呢？是不是？你是真的要去关注？那你有能力关注吗？你们老板不是说，川普不是说反对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
不愿意当台独靠山，而且要取消对台军售，延后对台军售，这个话都讲出来了。高雄部长，可是呢，现在你们又来讲台海和平稳定，我讲这个是真的关心，还是希望有个代理战争的出现？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啊，其实美日之间呢，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更为谨慎。那至于香格里拉对话很简单嘛，这是西方的论坛，为什么到那边去被人家批？你就来北京所主导的香山论坛吧，对，也一样啊。从2006年到现在，也有10多年的历史了。好，舰长怎么看？其实这次的从政 Quad 有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叫做有关于海事监控倡议的这个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呢，它也就是从太空，然后到空中除了我们讲到的有 P3C 或者是P8A 这个海上巡逻机之外，那其实还有 RQ4的这个无人机。那在水面上面呢，还有舰艇。其实这个也就是对于整个海域的掌控啊。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它当初IOR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印度的沿岸的国家这个部分呢，它有讲到在沿海的一个地区是不是它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另外呢，我们讲到说哪些形式的海上合作应该成为重点，意思也就是当我们看到这时候，你真的觉得是在印度洋的西侧吗？不对，他讲的其实是印度洋的东侧，一路到达日本的附近。那他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图，但是我们如果看到比较难的图，也就是我们看到它有各种的卫星，然后还有掌控各式的这一个商船，然后水面上面呢，还有我们讲到的各式的无人机或者是海上巡逻机，水下它还有潜标以及水下无人载具的部分。那这一个其实就是为了中国大陆而来，因为其实按照印度的海军司令啊，他之前是这么讲的，08年的时候，039的宋级潜舰就已经出现在印度洋了。那中国大陆有类似的反制，当然有。我们看到这个叫做蓝海信息网络示范系统啊，那这是一篇论文截出来的，上面也有卫星，下面有浮标，海里有潜标，还有这个岛屿信息系统。岛屿信息系统在哪里？其实也就是在浪花礁上面有，而且浮标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啊？